會記起贊購、起訂閱、起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很像竄出來的女子。大家好，我是美食瑞芊芊。等一下先移開一下。嘿，大家有看到我嗎？有吼。我們今天呢要來想买卻又怕受傷害的系列。大家有發現這一集拍得特別的近嗎？因為呢，個人呢就是非常的喜歡時不时就去晃一下好市多，看最近有什麼新品，然後就是做功課。我就發現天哪，最近的新品也太多了吧！而且有好多我都很好奇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我這次有特別選的零食類的，因為之前下面有蠻多人留言敲完說想要看好市多的零食類究竟好不好吃，因為每一次買都是一大包，所以我今天也特別挑了2樣。然後我自己也很期待這個 Godiva 的開心果口味，这個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來哦，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鹹水雞，它的價格是320元。我私心其實非常的喜歡買鹹水雞，買完鹹水雞之後把它煮熟。打開之後給大家看一下，它有雞肉、花椰菜、木耳，然後這裡有杏鮑菇、茭白筍。大家知道茭白筍其實不是筍子嗎？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茭白筍，它茭白筍給蠻多的。我來加一下這個醬料。但因為我在網絡上看到有評價說這個醬料其實蠻鹹的，所以我們先加一點點就好。它裡面的醬料感覺是胡椒鹽呢，哦，胡椒鹽跟那個雞油很像，真的是你在鹹水雞攤的時候點餐，它在裡面用的那個香氣。我們冷靜。很緊張，對不對？調味就是慢慢加，因為一加過頭啊，不得了，救不回來。好，我們首先既然叫鹹水雞，我們現在吃雞肉。不過它跟我們一般常見的鹹水雞有點不太一樣，我們常見的鹹水雞它是手撕雞肉嘛，這個比較像是他們自己在賣的那個舒肥雞胸肉的那種感覺。這醬蠻好吃的。哎，它的雞肉有2種口味，Pinky 有3種。我跟大家說，因為我昨天拍攝也是拍很晚，所以呢，我現在精神可能有點不是很正常。這個稍微有一點點那個好市多會賣的那種油雞的那種包裝的感覺，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雞胸肉的那種肉，我比較喜歡這個。這個還有附雞皮。我自己其實蠻喜歡吃茭白筍，而且我很喜歡去超商買那個就那種會在冷藏區的那種包裝的茭白筍，因為我就覺得很方便補充蔬菜。我覺得不會太鹹啊，但因為我沒有全家，就是你家。一個人吃其實也可以，但是如果要跟朋友一起 share 的話，的青菜其實我也覺得不錯。大家如果去看到那種小吃店，不是都有燙青菜？你們會最喜歡哪一種燙青菜？我自己私心最喜歡的是高麗菜跟菠菜，而且其實外面工作，然後你要買那個蔬菜便當，其實很貴。然後它這個呢，320元，它有0.8公斤，其實量我覺得真的是很划算。那你可能再煮3顆水煮蛋，啪啪，蛋白質也蠻夠的。我覺得大家倒進去那個醬，可以把它揪因為它的醬都會跑到下面，你就會覺得上面有點不夠鹹，就忍不住一直加。不然其實我剛加的那個量已經很剛好了。吃完呢鹹水雞，我個人說回購，因為蔬菜量非常的夠，讚讚。接下來是個鮮蝦蟹肉意麵蛋沙拉，它的價格是290元。這個呢，其實它一上的時候，我想要買它，買了2次撲空，然後今天是一大早去才終於買到它。好，給大家看一下，它打開它有蟹肉，然後蝦子，這個是血管意大利麵，然後跟蛋沙拉包裹的那個血管意大利麵。老實說，我一開始在買的時候，我沒有注意到它原來是意大利麵呢，看圖片我以為是整盆的蛋沙拉，我現在近看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樣呢。我沒有失望的意思，只是就原來那裡面看起来很像蛋沙拉，全部都是血管意大利。好。
沒有不好吃，可是就正常。它的血管意大利麵吃起來 Q 度還蠻夠的，然後蛋沙拉好希望它再多一點。蛋沙拉真的是好好吃哦，混着那种美乃滋，甜甜鹹鹹的，然後又有那種蛋黄的那種厚實的味道。如果你今天抱持着它蛋沙拉的味道，蛋沙拉的感覺很重的話，好像可以不用買它。但你只是纯粹可能有客人、有朋友來，然後想要準備一道沙拉，有一點飽足感的沙拉就好像還行。如果你有買，你可以撒一點黑胡椒粒，我覺得應該會蠻加分的。好，吃完了鮮蝦蟹肉意大利麵蛋沙拉。如果你再加黑胡椒粒、美乃滋，那它味道再稍微重一點，我覺得味道會比較平衡一點。因為它本身的那個意大利麵存在感其實蠻重的，所以你的蛋沙拉調味如果不夠重的話，它會互相有點被影響，然後味道就會變得平調。它沒有1+1等於2，它就是1+1等於1。就是你，我天哪，我形容的也太好了吧？它就是1+1等於1，所以你就会覺得好像少了一點什麼。我觉得它味道要再重一點點。好，下一個，好，接下來是這個，太大力，冷凍韓式泡菜煎餅，389元，網上評價很好，所以我蠻興奮的。它的加熱方式呢，有平底鍋加熱，它上面還有寫推薦，就是建議你用在那。然後烤箱或者是氣炸鍋調理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就用平底鍋來煎吧。我觉得它有一件事情非常加分，因为它的開口兩邊都有放，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有時候就是會手殘，你一撕，你就沒辦法開過來。因為我就很常這樣。可是它這個開口長這樣，哦，就是它的邊邊就是會一直有屑屑。對不起，我剛剛誇它這件事，我收回來。它就會啪啪啪啪啪，然後你看就會有一些屑屑掉下來。可惡！好了，我們去煎。我來講吼，很緊的，想不到吧？我這個人呢，就時不時有很多話想跟大家說。煮這類型的東西呢，首先就是要先讓它煎熟，所以呢，火雞的不要開太大，然後稍微沾到油。那個不要剛剛被我捏碎了。挺美的。來啦，我們的泡菜煎餅煎好了。我覺得我煎的蠻好的，但是就是好，我可以理解看起來有點油，不要這樣子。你聽到聲音嗎？蠻好吃的，因為你在外面韓式餐廳點那個泡菜煎餅，其實會容易不夠酥，軟軟爛爛的。可是自己煎真的很酥，但是呢，我覺得我的油沒有逼到很好，所以油感其實有一點點重。你知道這個最適合什麼嗎？這個最適合我們剛剛開箱的蛋沙拉。這個上面如果鋪蛋沙，那個味道就剛剛好了，對不對？好可惜哦。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炒牛肉炒豬肉，不用什麼調味，可以鋪在上面。我覺得多一個肉香味更棒。它裡面其實有一些那個海鮮料，可是整體味道是比較重一點的，所以你會有一點感受不到它的裡面的可能有一些海鮮的那種口感。它裡面有那個魷魚，然後那咬的時候就會很脆 ，Q 脆脆的感覺。非常迅速吃完了。我個人會回購，但是呢，我覺得這很考驗煎的功力，因為你想讓它脆，有可能會有點太油。因為像我就稍微有點，可是其實也還好。你看這個，雖然油光，但是你看立起來，它沒有油這樣咻滑下來，油膩感會稍微重一點點，所以我覺得就看個人。不過我個人會回購。下一頁，下一款，下一頁。來，接下來是這個本味呈現369塊，它是綜合乳酥餅。我先跟大家說，這一款其實我有一點私心，硬要把它放進來。我超級愛吃本味呈現，我每一次去全聯或是家樂福啊，只要是他們系列的東西，我都是用掃的，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味道真的很棒。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成分好。
你看嘛，它原料就是麵粉、奶油、蔗糖、食鹽，然後2邊都是。可是你知道，可能因為現在加工食品也吃多了，有時候你就會覺得味道很单純，那好吃嗎？它也真的是很好吃。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有吃過，因為應該跟他們小包。啊，對呢，我有吃過呢。你看它打開就是長這樣，給大家看一下。它打開是長這樣。它的奶油香超級濃郁，然後咬起來的鬆度也非常的剛好。因為它那種奶香濃，有時候你會覺得稍微有點膩的時候，它有帶一點鹹味，就會綜合掉那個優感哦。而且這個配咖啡、配茶跟配牛奶，怎麼好像業配哦？歡迎你找我哦，我來試試看巧克力口味。這個口味也好好吃。好好吃哦！有人說它配牛奶也會死，而且還是熱牛奶，哇！它買起來蠻划算的，因為我自己平常買是買那種小包裝的，然後裡面只有幾個，這個369，然後裡面是2層，你看2層。好，這個開箱就到這了，會不會太快？這個就是要慢慢的放在家裡，然後每天吃個可能10塊吧，慢慢享受這樣子，總不會一次嗑掉1盒吧？算了，我也不是很相信我自己。這個推薦回購，好吃。接下來是這個迷你鬆餅399，這個是我跑了2間才買到的，所以我有一點點緊張跟興奮。我覺得它的大小非常的可愛，跟它其實討論度算蠻高的。我們就來看一下味道究竟是怎麼樣。哎呦！它的那個鬆餅，它上面還鋪了一層那個巧克力醬。那我想到之前洋芋片也是很流行，就是另外一面會鋪滿那個巧克力，比較無聊的味道。它沒有好吃或不好吃，它就是平價的餅乾的味道。然後因為它叫鬆餅嘛，所以它跟你在吃餅乾的口感有一點不一樣，但是呢，那個不一樣的感覺會讓你覺得好像是因為濕氣的關係，有帶一點潤的，你懂嗎？可是它又不像潤氣整個暖咻咻。它沒有那個蜜蜂。哦，對耶，它沒有 B。我自己講接這一段，我也是覺得尷尬，但我好喜歡接這種話。我私心推薦，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買，不對，因為每個人口味不一樣，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喜歡啊！如果你跟我一樣覺得那個味道，聽君一席話。如果你跟我一樣覺得它口感有點像 Lunky 的話，我會推薦你，因為我現在就打算這樣子，就是帶回家加冰淇淋或是加牛奶，不會回購。接下來是這個 Godiva 的開心果黑巧克力冰淇淋，因為開心果這兩三年真的非常的紅，所以我看到這個時候忍不住就立刻給它買下來，因為大家不會覺得非常好奇嘛。然後它6入是399元，平均一支是66塊。我先講，我覺得以 Godiva 的就是平均售價來說，這個冰棒其實價格算很漂亮的。Godiva 我最喜歡的就是他們的那個可朗圖，然後我自己好多話可以跟大家聊，我自己有時候。平常就覺得好煩哦，然後就是應該要慶祝個什麼事情，或者覺得自己工作好好的把它做完，我就會去買一盒 Godiva。我看到自己都是用吃的，好喜歡買東西吃哦。來給大家看一下，相當的美麗。我覺得它外皮非常好吃，它咬起來那個黑巧克力的深度跟厚度很夠。然後網絡上其實有一些評價覺得它中間開心果味道太淡，可是我反而覺得這個開心果味道還不錯，因為它配着黑巧克力，會慢慢的散發出開心果那個油脂跟果仁的香氣。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開心果味真的太受歡迎了，所以有很多開心果的製品，我不知道用的什麼方式讓它的味道變得很濃。可那個很濃其實不是開心果本身的味道，所以如果你喜歡吃很濃郁的話，你可能就是會不太適合這款。可是這款其實是我會回購的類型。中間還有放一層巧克力，蠻好吃的。而且你要嘗它一支才66，為什麼用柴呢？因為它是 Godiva， 然後 Godiva 其實一顆巧克力的價格，它有一定的價格，所以我就覺得66其實還不錯。以66塊來說很棒。它外面的殼很好吃，它其實是有厚度的殼哦，可以咬下去之後你不會覺得很難咬，就真的很像餅乾，一咬然後就這樣碎掉。Godiva你很棒哎，
好市多我目前喜歡的就美露的那一款，我之前開箱過，那個真的好好吃。然後接下來應該就是這一款了。好，吃完了這一款我會回購，我自己覺得蠻喜歡的，而且我覺得它味道算有層次，尤其是它外面的那個咬起來的脆感。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會買。接下來最後這個就是我們的冷凍比利時巧克力鬆餅，這個是上一次開箱的時候呢，我就有說好想要買它，就沒有買到一起開箱，所以我們這次就一起來開箱吧。首先呢，它打開之後它是像這樣子，它是像這樣一個一個的。我以為它是打開即食的，結果它要微波，然後一盒裡面有16個。就微波20秒。來，我們的冷凍比利時鬆餅看起來賣相就是很像模型，蠻特別的。我們來試試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好，可以再微波久一點呢。我覺得它的內餡吃起來有點像我們以前小時候在吃那種一條，有點像牙膏的那個巧克力條，然後一條1塊錢的那個巧克力醬的味道。我们来试試看下一塊微波更久的。我觉得可以烤，也可以微波。它的巧克力一定要加熱，因為剛剛微微的加熱，香氣我就觉得很像那個一條的。現在再稍微熱久一點點，有好一點，但是就是比較不是我喜歡的味道。因為我們今天開箱2個鬆餅，這個比剛剛的那個小的迷你餅乾鬆餅好吃很多。吃完了這一款冷凍比利時巧克力鬆餅，我覺得真的要微波，直接吃味道比較特別，所以我個人不會回購。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有沒有覺得蠻有趣？我覺得最近新品真的是蠻多的。我會回購的是鹹水雞，再來是 Godiva 的冰淇淋，那個真的是蠻好吃的耶。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因為它網絡上評價蠻兩極的。可是我覺得以 Godiva 來說，一支66塊，然後開心果的香氣我覺得是比較自然的味道，所以我自己私心是蠻愛的，我會回購。後來煎餅其實我也會回購，不過它就是偏油，我覺得大家自己在斟酌。還有本味呈現吶，好吃，推薦給大家。如果大家還想要看什麼好市多的零食開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因為這次有特別選零食，就是因為蠻多人敲碗的。那就先這樣子啦，拜拜。這邊不是拍《潛世界始作》，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第1集？我有一 part 就是握不住的他，其實我好想直接放下也罷，可是我不敢。其實是可以接啊，就你要講出來，其實也是可以，只是就是那時候就覺得大家都在忙碌的時候，你們講那種幹話，很怕被罵。